天惩罰者在蜘蛛俠4裡用的所有武器，一開頭最經典的那個場景就是坦克追逐戰 ，Frank 用這個 M79榴彈發射器對着蜘蛛俠，雖然說被蛛網套住了，但是還是不影響他發射。雖然已經服役很多年了，然後也一直有想把它淘汰的計劃，但是一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的軍隊都在用它，因為它的結構非常的簡單，然後故障率很低，而且很輕便。你們在這個三角洲裡啊，還有吃雞裡面其實也都可以用到這個。接下來坦克上的這個轉輪機槍了，這個不用過多介紹，一眼就能看出來這是加特林。1062×51的6管旋轉槍管，每分鐘最高6000瓦，所以說這個火力压就能直接拉满。接下來全片出镜率最高的一把，看過《极速追殺》的应該第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塔蘭的 TR1 Ultra Light， 因为这个槍實在是太有辨識度了。最大的特點就是一個字嘛，貴，用了大量的競賽級配件，槍特別的輕，扳機也是特別的脆，打起來完全沒有後坐力。所以這把槍到底好在哪兒呢？其實這把槍本質上來說就是一把 AR-15，但是它是一把頂配的武裝到牙齒的 AR-15，幾乎把可以升級的地方全部都升級了。懲罰者用它用的最多，我覺得也是非常合理的。那它到底多少錢呢？跟5090比的話，格局小了，哥們，這玩意起碼頂2個5090了，我跟你說。而且這個槍長期處於缺貨的狀態，所以說你要買的話，可能還得加點錢。但是性價比上來講的話，這把槍肯定不是最好的選擇，因為它有很多的電影的溢價情懷嘛。接下來這個場景就是蜘蛛俠在和綠巨人打鬥的時候，懲罰者過來救場，其實一眼就能看出來是 M249，但是你如果仔細再看兩眼的話，你會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區別，它的槍管和槍多比普通的 M249要更短一點點，所以說它肯定是 M249的傘兵型，這也是更方便在紅視環境裡還有移動過程中使用。電影裡面懲罰者用它邊走邊掃射綠巨人，我覺得其實是非常合理的。手槍這個地方很多人也說是塔蘭的2011 Viper， 還有些人覺得是 Staccato。2011肯定是沒有任何疑問的，一看就是2011。但是我對比了很多細節之後，我反而覺得它應該是 Mac 9。為什麼呢？首先，懲罰者被琴控制住進入金庫對着別人腦袋的時候，可以看到套筒前方有3個非常大的開窗，這個是塔蘭所沒有的。Staccato 雖然說也有，但是我覺得和 Mac 9是最接近的。其次，手槍在槍套裡面的一些鏡頭啊，這個就有點細節了。我們可以看到彈匣底部，如果是 Staccato 的話，會有一個五角星的 logo， 但是這個地方你仔細看它的握把的紋路還有 logo， 我覺得它更像是一個 Mac 9。大哥，你是帶着放大鏡看電影的吧？丁真，我也很好奇，因為既然塔蘭已經和這個電影深度合作了，所以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直接給他用這個 Viper。接下來第4把，這把應該是爭議最大的一把，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它應該都會覺得是巴雷特，因為它前面那個超級大的方形置對器，我一開始也覺得很像巴雷特，再仔細看了幾個鏡頭之後，我覺得它100%不是巴雷特，畢竟你也打過 M82，巴雷特我熟。半自動的都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彈匣，但這把槍它是沒有彈匣的，所以說它肯定是栓動。那如果你是栓動的話，它的槍口置對器又和電影裡的不一樣。我反覆看了幾個鏡頭，再結合我之前去瞎秀看過實槍，我個人覺得它最像的應該是斯泰爾的 HS50M1，不管是槍管還是前面的置對器，還有槍托和握把，8/9不離十就是斯泰爾的 HS50M1。他也太扯了吧！他是隔着1英里開外去打的。對，在電影裡確實你可以看得出來，這個距離非常非常的遠。但實際上，對於點50這種彈藥來講，打1500米開外，我覺得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而且結合背景來講，哈，懲罰者不是一個超級英雄，他是一個凡人。但是呢，他以前是一個海軍陸戰隊的成員，所以說戰術素養極強，精通各種武器。在這裡，他用一個反器材武器打1英里開外，我覺得是沒有任何問題的，其實是很合理的。而且蜘蛛俠還扛住了，對，這個我覺得是真的不合理了，沒有碳基生物能擋住點50，好吧，這個世界上。但我看網上解讀是這麼說的哈，蜘蛛俠在醫院裡的時候，琴侵入了蜘蛛俠的身體，幫他維持住了呼吸，所以說蜘蛛俠才保了一命。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鏡頭，蜘蛛俠帶着 MJ 去尋求懲罰者的保護，懲罰者跟他們說小心擴建地雷，對吧？雖然說我們在電影裡沒有看見這個擴建地雷啊，但是大概率它就是 M18A1。它雖然說名字叫地雷，但是它不是放在地底下等着人踩。比如說你進入一個房間的拐角裡面，然後你只要進來了，它就會觸發，會把數百顆鋼珠高速的噴射出去，所以說它這個殺傷力還是非常強的。那不就跟那個散彈槍一樣？你們玩過彩六，玩過使命召喚，應該對這個都沒玩過。OK， 那麼這就是懲罰者在蜘蛛俠4裡所用的所有武器，不知道你們最喜歡其中哪一把槍？如果你們喜歡這種類型的視頻呢，也歡迎你們在評論區告訴我們電影名字，歡迎你們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我是湯黑，我是仙人掌，我們下期再見。